大家好，旭大事非同凡响，我是童文勋。我们今天要来谈的几个题目啊，子标题，好，我可能另外一个 monitor 我必须要把它关掉哈。好，就是有关于乌克兰的问题，好，然后中国的角色，那大家可能都很有意见哈，究竟泽伦斯基是苦主呢，还是泽伦斯基是独裁呢？好，那我们今天就对这几个问题，我们来谈一谈哈。好，那首先我们来看，究竟泽伦斯基有没有道理？我们现在看事件发展到什么程度哦？可以来分享几个新闻的内容哈。然后其实今天也有其他几件大事，因为有关于北韩，所以会不会趁机哈？因为大家长期镜头如果没有集中在北韩，那金小三呢就会做一些动作来吸引大家的目光哈。不要忘了我还在这里，所以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再来谈。那对于这个习近平呢，他也很长的一段时间哈，新闻焦点都不在他身上。因为川普确实很厉害哈，他有办法一天打下中共几个城池、几座城池、几座城池这样打，让中共完全没有反应的时间啊。因为兵棋推演你推演不过人家，人家有 AI 的协助，然后都不会讲错话，跟你现在所处的情况完全不一样。这个各种的作战呢，其实情报是非常重要的，所以 AI 就有点像是斥候啊。他去刺探你的军情，他不但刺探你的军情，而且据信你把这些军情都抓回来，然后还帮将军做兵棋推演。那这样打起仗来，当然是攻无不克嘛，战无不利。那我们来看几个现在的争执点哈，最主要是到底乌克兰应不应该要改选？第二个，乌克兰现在自己跑到沙特阿拉伯想要参与谈判，那请问美国跟俄罗斯到底在谈什么？跟你有没有关系？打蛇要打7寸，所以川普打这个7寸到底打得准不准？我们就来谈这几件事情。然后先来看这个 Vance 啊，怎么样来警告乌克兰总统，就说你呢犯了一个大忌了，我们现在正在协助你解决这个事情，我们可以不帮你解决这个事情，你不用情绪来勒索我们，可是你攻击我们的总统，这是我们绝对不能忍受的。有没有可能我帮你出钱啊，然后你什么东西都不用付出，然后给你的钱还有一大大笔钱不见了，到底这中间钱到哪里去了？我们有没有资格讲话？然后你到底为什么会被踢出这个谈判桌？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我们瞧不起你吗？不是因为你私通中共，你想要去找中共参一咖，于是呢，你看列强会怎么样，在那边争执所有的利益，你就可以从中牟利，是这样吗？你如果想要这样对付美国的话，那你看看美国要怎么对付你，原本就是这样嘛。所以谈判桌上的尔虞我诈，大家永远不要忘记了，泽伦斯基是一个演员，也永远不要忘记一件客观的事实：乌克兰是一个贪污腐败非常严重的国家。泽伦斯基在选上总统之前，他为什么选上总统？他就拍了一部有点喜剧片，整个这个过程就是在讲乌克兰的贪污腐败到了什么样的程度，非常的严重。然后他顺利选上总统，恭逢其时，刚好接近一个世纪以来，这个俄罗斯、苏联跟乌克兰所有的恩恩怨怨打起仗来了，而刚好泽伦斯基是总统。那现在乌克兰有没有理由说，我现在因为在打战，所以我不改选，我不选举？所以口水战啊，事实上是没有意义的。到底现在乌克兰这个民调到底怎么样？你是相信泽恩斯基说的民调，还是相信川普的情资？是川普的情报比较可靠，
还是泽伦斯基所讲的比较可靠？我比较相信川普说的话哦，尤其过去在选举，去年一年整个美国总统大选，最后川普说的民调是不是真的都兑现？他看到的情资，他看到的民调，绝对不是我们手上看到的东西。他看到的那参民调，他会不会看一些你拿了 USAID 的钱去做出来的假民调？不会。所以谁的民调看起来是比较可靠的？我比较相信川普说的话，我不相信泽伦斯基。还有一个客观的现实啊，如果照泽伦斯基所讲的，这个拿了 USAID 的钱的这个机构，等于是深层政府养的乌克兰的民调机构。他说我做了民调，说泽伦斯基的民调是56%，是可靠的话，那你今天又改选，而且时间是你定的哦，选举日是你定的哦，你今天又改选，你稳赢的嘛，你为什么不改选？你不改选就是知道，如果改选的话，你会落选嘛？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理由啦。你说战争不能改选，没有条件，哎，美国自己在二次大战的时候就改选了，而且不止一次选举。然后那时候罗斯福总统连选得连任呢，就是因为他连任太多次了，所以后来美国改了宪法，就规定不管你是跳任还是连任，最多就是2届。我说过了，在川普这一届，如果他在期中选举之前他做得非常好的话，哎，也许有机会再把这个法律改回去最初的宪法。你如果能够选上，你就连选连任，为什么不可以？连选连任没有什么坏处，如果你做得好，连选连任代表就是说，我们可以避免有很多的政策4年换一次，4年换一次，那任何的政见都没有办法落实。这个是民主国家，然后不是君主立宪的国家最大的缺点。可以用连选连任来解决，但不是所有国家都适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哈，这当然我们也要理解的。好，我们就先来看 Vance 怎么样在骂泽伦斯基啊。他讲了这个美国呢跟乌克兰总统跟这个美国总统都有互轰，那请问乌克兰拿什么东西来跟美国互轰？你都要靠人家，然后你要轰人家，那你轰他轰的有没有道理哈 ？Vance 就这么说。事实上有很多媒体都报道了这则新闻，但是我们还是把它分享一下哈。Vance 说，泽伦斯基啊是怎么说呢？说了他会后悔，他骂川普，他说了川普的坏话，而且呢，在公开场合说川普的坏话呢，只会适得其反。好，那这个应该大家都知道，但是因为很短，所以我们还是把它稍微走一遍啊。所以在川普推动尽快解决俄乌战争的关键时刻呢，美国跟乌克兰的关系似乎跌到谷底。好 ，Vance 表示呢，泽伦斯基透过公开讲川普坏话的方式，想要改变总统的想法。所有认识总统的人都会告诉你，这是与本届政府打交道的最糟糕的方式。好，然后他说，泽伦斯基在如何与川普政府打交道这方面，一直呢收到不好的建议。美国呢热爱乌克兰人民，我们钦佩乌克兰的战士，但是我们显然认为这场战争呢需要迅速结束，这是我们的意见。那这是美国总统的政策，并非基于俄罗斯的假消息，这个是基于这个事实。我认为川普非常了解地缘政治，也有非常强烈的观点，长期以来就是这个样子，他就是有很强烈的看法。好，然后川普最近呢，不只有大使不使卢比欧跟俄罗斯的代表进行面对面的交谈，他也跟普丁进行了他差不多90分钟的谈话，启动新一轮的止战谈判哈。那泽伦斯基不仅公开表示不满，而且呢，他要求就是说，我必须在这个会谈里面，你不可以绕过乌克兰来达成任何的协议啊，不止喊话啊，然后他还跟王毅呢进行了各种的这个沟通哈，然后王毅呢谈乌克兰战争，好像两岸风轻哈，就是非常云淡风轻啦。
支持美俄达成的共识。可是事实上，这个王毅呢，他同时对泽伦斯基递出一个橄榄枝，然后泽伦斯基说啊，我不排除要求中国邀请中国来参与。请问中国要参与什么？中国确实很想坐上这个谈判桌，很多人认为说我坐上谈判桌，我就可以分一杯羹。这个在过去二战结束的时候德国的情况啊，大家可以来分一杯羹嘛。然后能够坐上谈判桌，代表你现在是全世界的列强之一。没有想到美国呢，直接把它边缘化。这个除了利益上的损失之外，它也非常的尴尬，直接被排除在列强之外了，这让非常尴尬嘛哈。可是它中共到底是不是列强之一呢？我的见解，我从头到尾，我长期以来的见解是不是？强者为什么为强呢？强者是能够低头的，是能够弯下腰的。强者不是恶霸，强者不是输出你的集权的价值观。那如果我们今天站在民主谈民主，为什么乌克兰不能改选？我看不出任何理由。看得出来乌克兰为什么不能改选，不能举行正常的选举的人，请在留言板上留言。你如果讲得非常棒的话，那我们还可以再把你置顶哈。这是不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泽伦斯基是2019年选上的，到今年已经第5年了。不对哦，已经第6年了。因为战争，所以没有改选，本来就早就应该要改选，4年改选一次，早就应该要改选。那已经拖了2年没有改选了，请问有什么理由不能改选？因为还在战争中，那我们可以协调出一个停战的时间，让你去选举啊。就算没有协调出停战的时间，也可以用各种方法完成选举啊。军人也可以用邮寄选票啊，都可以解决。那为什么不改选？你说不出理由啦。你已经进入一个假借战争在谋取什么？不知道，谋取一个东西，那一定跟利益没有，一定跟利益挂钩，一定跟利益有关。借战争谋取利益，然后死在战场上的是乌克兰这一些年轻人，俄罗斯那些年轻人。我们从来没有说，因为对不起，我们从来没有说，因为俄罗斯主动攻打了乌克兰，那所以应该要乌克兰认错，没有这个道理。好，所以现在其实还有一个说法是法国总统说的哈，法国总统从头到尾呢，就只有发干灰哈，他没有花任何的代价要美国来解决欧陆上面发生的这场最大的战役。然后他现在说什么？他现在开始情绪勒索，然后把台湾卷进来。马克龙从来对台湾不是太友善台湾事实上是在国际地位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可是我们在国际舞台上却没有位置。我们实际上非常重要，但是我们在国际舞台上没有位置。马克宏就是其中一个不给台湾应有地位的一个国家元首。他怎么说？他说川普不能对普丁示弱啊，否则如何解释中国无权入侵台湾？不要拿台湾当借口，我们拒绝被当借口。中国本来就不能打台湾，因为从来中国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来没有任何的治权在台湾身上，即使它的前身是中华民国，在中华民国对于台湾也不是有主权现在是一个托管的状态嘛，这事实啊。太平洋战役又不是你打赢的，太平洋战役是美国打赢的，美国要把这个地方让它著名自决就著名自决，这就是二战留到今天还没有解决的问题而已。那我们跟中共有什么关系？没有半点关系。台湾要不要独立是要跟美国商量，台湾要不要独立从来不是跟中国商量。好，所以现在美国国务院不只改变对于台湾的关系的文字的陈述，
他也改变了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称谓，他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拿掉，直接称它为中国。为什么？一个地理上的中国，我们从来没有搞错过，那就是一个中国。我们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会搞错。但是另外一个地方叫做什么？叫做台湾。所以洛杉矶奥运证明一定要去推动，这是最有可能在台湾的证明制宪的这个过程中，制宪是内部的纷扰，可是证明呢，却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由美日来带头，要完成这个历史的任务，就在这4年就硬要去完成，就趁着川普在任的时候。所以我们不需要接受这些无聊的情绪勒索哈。好，那我来看看大家有什么说法，觉得有什么不能改选的理由？有没有不能改选的理由？我看不到啊，没有人说有什么不能改选的理由吗？啊，没有。好，谢谢千鸟斗内跟松树会集哈。好，那个既然没有不能改选的理由，那他长期不改选，川普消遣他说这个是独裁，有什么问题吗？我不觉得有什么错啊，不是刚刚好而已吗？那你就改选嘛，你既然这么有把握，不需要去吵有关于民调的问题啊。而且一讲到民调呢，大家就想想去年整个主流媒体在讲川普的民调，硬要把它做出蛤蟆拉，你有一点点尝试就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结果选举结束，是不是跟我们预测的民调几乎一模一样？是啊，那为什么会准确？就是因为做什么判断都不能偏离常识，然后应该要去找过去以来有信用的，他的做出来的民调，在过去有信用，然后他现在的分析方法是客观、是可靠的，那你当然就可以得到正确的判断。那你觉得现在全世界讯息最多的，能够得到最多正确情资的人是谁？是泽伦斯基吗？不是是川普。所以你绝对不要在这上面跟川普对赌，这没有错啊。那我们今天说有人要去当和事佬，有一对夫妻在吵架好了，有人要当和事佬，然后你在地上撒泼，说我一定要如何如何，否则我就不如何如何。那你自己去解决好了，不是这样吗？没有人要救你成瘾，我说一定要救你，有什么理由一定要救你？没有。所以 Vance 警告泽伦斯基不要误判，如果误判，你可能到最后得到的结果是亡国。就这样，那台湾不要被拉来当垫背，我们跟乌克兰情况完全不一样。有人问我说：“你这么有把握，怎么样完全不一样？”我说：“第一个，我们有台湾海峡。那俄罗斯呢，跟乌克兰比邻啊，他打乌克兰都这么困难了，那请问中共要打台湾，如果能打，他早打了，不会等到今天。他从来没有慈悲，他连中国人都可以杀了，何况杀台湾人？杀不了。他们自己内部的所有的兵棋推演都可以知道，如果一旦打的话，这个登陆的战争根本打不赢，而且会全军覆没。那代价太昂贵了，全军覆没代表亡党亡国，就这样。所以是你打不了，打不动，跟乌克兰情况一点都不一样，甚至乌克兰战役给中共得到更大的一个警讯跟教训。连结的陆地呀，你都打不赢了，何况你要隔海攻击？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八国联军，台湾海峡在历史以来，它就是一个公海，各国的船只从这边经过。从第一次的大航海家时代，400年前，它就是公海。你要遵守国际的惯例，而不是把它内海化。你把它内海化，就是违反国际惯例。你违反国际惯例，会造成全世界经济崩溃，
所以这涉及了各国的自己的切身的利益。法国如果台海有事，法国你就不要来好了，那以后呢，你就被阻绝在所有的经济的供应链以外，你自己看着办好了。所以我觉得台湾有几件事情要做。第一个，洛杉矶奥运证明要做；第二个，台湾海峡中线，台湾海峡是公海，这个议题要做；第三个，推进每一个国家都有台湾关系法，这个工作要做。所有在全世界的华侨以及友好台湾的所有的国家议会的议员，应该要主动来推动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是促进全世界和平的非常关键的力量。不要等到战争来了，才像乌克兰这样子，要不要谈判，要不要坐上谈判桌，而是要遏止战争在它还没有发生的时候，不要让人犯蠢，就这样子。然后怎么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呢？那个是后续的问题。中国唯有走向民主，这件事情才有可能完全彻底解决。人类也才有可能排除在核弹危机以外，所以涉及全球的所有的人的安危，所以绝对不是马克龙所说的川普一定要硬起来你如果跟这个俄罗斯和解，你跟普丁和解，那欧盟这些大家这些国家都没戏唱啦。要美国投入战争，然后他们坐享其成。这事情已经不是这个样子了，这个历史已经翻过一页了。现在是川普执政，而且这是他上台的第1个月，你感觉好像已经过了好几年了。而且相信我，他的斗举到最后一定会覆盖在全球，就像大家应该要相信我，我说川普天空覆盖在全球，这是一样的道理。然后他有没有要孤立化？他有没有要把自己变成是锁国主义？没有。川普不会自满于只当美国的总统，川普会变成全世界的总统。我讲的这个是实质意义上的，他会变成一个全世界的总统。美国也不只是一个全世界的警察。你说这个是超级川粉才说出来的话哈？我说我不是川粉，我从头到尾就说我不是川粉。如果是川粉，我不是这样表现的。我们就可以互相攻击。你也要说川普一点点不是的话，我就情绪攻击你。可今天不是哦，我讲的通通都是根据事实来做判断。我个人对他的好恶，我觉得我不需要对他有任何的好恶，你就看他怎么做。那这些事情做的对还是做的不对，你支持不支持，你都可以说。到目前为止，我不觉得他有做错什么样的判断。而且我说过了，在选前你可以有支持的对象，但是一旦选上总统，就是所有的人应该要去监督他的对象，而不是一味的你就应该偏袒他，去支持他，你应该要监督他。所以到今天为止，我都谨守这样的一个分际，我在监督他每一项政策，然后我同时会想这项政策将来会影响怎么样影响全世界，这项政策会怎么样影响台湾。那为什么这个才是大事？我们要谈大事，我们不要谈小事。像今天也有人问我，你对台湾立法院什么看法？我就3个字：毛毛雨。不管他们怎么闹，最终的结果，你还是被覆盖在川普的天空底下。更重要的事情就是，连美国这样的国家都会发生斗举所搜查出来的东西，你觉得台湾如何？台湾只会更严重。那人家是老牌民主国家，我们还是幼幼班我们的情况只会更严重。到今天为止，中华民国的公务员有没有理解到我们是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共和国？没有。至少我对劳动部的官员或是卫福部的官员，我在跟他们面对面谈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是惊讶的看着你。我说为什么我们需要的劳动政策，人民所需要的，你不听人民的？他说因为这是我们的政策。我说这不就结了？你是官有官治官享啊，你从来没有说你要民有、民治、民享，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民有、民治、民享，所以这是骗人的。有2个政府，一个是民选的政府，
一个是官僚政府。那很多人都说深层政府，深层政府，深层政府长得什么样子啊？深层政府就长这个样子，深层政府就是官僚，他们才不管民选政府怎么样呢？他我行我素，自己制定自己的规则，照着自己的规则在走，那其实都是为了要图利自己而已，没有其他的原因，一切都是为了利益，没有其他的原因。你从利益的角度来解读，你就会看懂很多事情。好，所以呢，我们今天也来分享哈，就是有关于川普呢，他陪同伊隆马斯克他觉得伊隆马斯克太委屈了，做了这么多好事，他根本不需要做这些好事的，结果做了这些好事之后呢，还被攻击，他觉得他太委屈了。所以呢，他就陪同他一起接受媒体的专访。然后这个是福斯新闻的专访哈，我们把它翻译成中文了哈，大概有10分钟左右，我们把它走一遍，然后我也来仔细看看大家的留言，然后最后一段呢，我们再来做互动。好，我们就来分享哈，这段伊隆马斯克面对媒体的时候，他怎么说明他们为什么今天要做斗局？然后我觉得蛮好的，就是川普呢还特别帮伊隆马斯克解释，因为川普说伊隆马斯克认为不需要接受这样的一个访谈，他说产品自己会行销自己，我们根本不需要自我解释。可是川普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还是应该要好好的解释我们做了哪些好事，而且这好事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然后伊隆马斯克是得到充分的授权的，这个就是川普非常有人情味的一部分哈。好，我们今天就来分享这一段。Medical care, they won't be money for Social Security. We either solve the deficit, or all we'll be doing is paying debt. Nobody. So it's got to be solved, or there's no medical care, there's no Social Security, there's no nothing. It's got to be solved. It's not optional. America will go bankrupt if this is not done. That's why I'm here. The president of Europe takes advantage of this. And I'd like to also just send a message to, like, because as the president said, like there's a lot of rich people out there. They should be caring more about the country, because the reason they should be caring more about the country is if America falls, what do you think is going to happen to your business? What do you think? Do you think are we going to be okay if the ship of America sinks? Of course not. Like what I'm doing here, what the president's doing is it's just long-term thinking. The ship of America must be strong. The ship of America cannot sink. If it sinks, we all sink with it. This is what drives you. Yes. This is important. It says tech support. So you're not trying to be president, as the media suggests. You are really here because your heart and your passion is this. And the president described you as being, this is the biggest thing you've ever done. Now you're trying to bring sight. There could be nothing bigger. You're sending ships up to Mars, spaceships up in the sky all the time, and That's saving peanuts. astronauts. That's pretty big. That's peanuts compared to what we're peanuts. talking about. Yeah. You agree with that? Well, it's essential that America be healthy, that America's economy be strong. Yeah. And if basically, like my concern is like if America is the central pillar holding up Western civilization, that pillar must be strong. If that pillar falls, the whole roof comes crashing down. Including his There's no ships. place to hide. Including his There's ships no place to going on. run. Nothing. There's nothing left. Why, if this is your goal, your motivation, you're losing money in the process, you do all these nice things for people for free, you're trying to solve, blindness, you're going to rescue astronauts, you help the people of North Carolina, California. You're cutting money that was sent abroad that's not helping the American people, then why Actually, I think it was not helping American people and hurting people overseas. Why this rage against you now? First they hated him, now they hate both of you. Well, I think we're seeing an antibody reaction from those who are receiving the wasteful and fraudulent money. They're being exposed. Yes. Nobody wants to be exposed. I'll tell you a lesson I learned from PayPal. You know who complained the loudest, the quickest and the loudest and with the most amount of righteous indignation? The fraudsters. That's who complained first, loudest, and they would generally have this immense overreaction. That's how we knew they were the fraudsters. That's how we knew. But to tell.
I've never met you before today. Yeah. And it's nice to meet you, by the way. Thank you for doing this. You guys are really friends. I could see you kicking up your Well, he shoes. doesn't do this kind of thing. And the way I figured that you'd get to know him is if I did it with him. I said, come on, let's do it together. Yeah. He doesn't do this. I think he's smarter not doing it overall because, he's done very well without doing it. But he doesn't feel it's really worthwhile. He wants the product to speak for itself or whatever he does speak for itself. But he views it as, does it matter? And I'm doing this with you today because I wanted to have people understand him. And I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I disagree with him, but I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they do understand him. He doesn't need this. He doesn't need it. Now, I happen to think it's made him very popular. I think he's more popular now because there are so many people. You're talking about the radical left. They have the lowest ratings. MSNBC is dying. CNN is dying. They're all dying. The New York Times is doing lousy. The Washington Post is doing horribly. They're all doing badly because people don't buy it anymore. But I think it was important that he do this one interview. You've been a very fair guy. I think you were the right guy to do it. If we could get some radical left guy and he'd do just as well, frankly, because it's all about common sense. They would attack him as being unconstitutional. Sean, to me, this was fascist. Was important for people to understand. He's doing a big job. He's doing a very thankless job. It's really a thankless job, but he's helping us to save our country. Our country was in serious trouble. And I had to get the best guy, somebody with credibility, because if he were just a regular, good, very good, solid businessman, he wouldn't have the credibility. He's got the best credibility for this. And people also know he's an honest guy. He's an honest guy. He's just a very, very smart guy who's done amazing things. And this will be the biggest thing he's ever done. Because, his companies are all great. But if this country goes bad, I guess where he is a little selfish is this. He knows one thing and probably doesn't think. But if this country goes bad, his stuff is not going to be worth very much, I can tell you. Let's say if the ship of America sinks, we're all going down with it. This idea that people can escape to New Zealand or some other place is false. If the central pillar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that is America, falls, the whole roof comes crashing down and there is no escape. Do you anticipate you'll be here in 4 years? My last question. I'll be as helpful as long as I can be helpful. Yeah. That's a good question. I mean, I was thinking about that just now. And I wonder how long he's going to be doing it. You can't get somebody like this. He cares and he's brilliant. And he's got energy. You need energy also, in addition to those other things. I have a lot of guys that are very smart, but they have no energy. They want to sleep all day long. You need a lot of energy. He's got a lot of energy. He's doing a great job. If there's any conflict, he will stop it. But if he didn't, I'd stop it. I'd see if there's a conflict. I mean, we're talking about big stuff. But he's under a pretty big microscope. I mean, everybody's watching him. If there's a conflict, you're going to be reading about it within about 2 minutes after the conflict. Exactly. So there's the possibility of me getting away with something is 0%, 0.0. Yeah. I've scrutinized to a ridiculous degree. And the other thing is that what's better than saying trust me? It's just full transparency. So what we're doing with the Doge, just go to doge.gov. You can see every single action that's been taken. Mm-hmm. And I want to be clear, we are going to make some mistakes. We're not going to be perfect. Nobody bats 1,000, but we're going to fix the mistakes very quickly. That's what matters. Not that you don't make mistakes, but that you fix the mistakes very fast. 好，我们看完这个分享哈，好，我也看完了大家的这个留言哦。那就大家的留言，我来做一些说明好了哈。就是第一个就是有人说，伊隆马斯克对于中国有一些吹捧，然后说中国做的如何如何对不对？你能不能把原始的影片找出来给我看？我从来没有看过伊隆马斯克有说过中国做的比美国好，我没有看过，我只有看到一些造假的影片，是这种所谓的生成的造假的这种影片，模拟了伊隆马斯克的声音跟他的影像，其实他从来没有说过这种话，因为人是一致的，他的价值观是一致的，他不可能突然觉得说中共很好，这绝无可能。但是他有没有直接出言批评中共，我也
对这个部分我做了一番解释哈。我说过，在2015年的年尾的时候呢，就是我在行政院那一天，伊隆马斯克也在台湾的行政院。他去干什么？他去寻求一个投资的机会。那时候伊隆马斯克已经有点经济上面有点弹尽援绝了啊，差点可能要宣告破产。可是那个时候台湾的执政当局没有眼光，拒绝了伊隆马斯克。伊隆马斯克转身到了上海。那上海当时的市委书记就是现在中共党的这个中国共产党的二把手。好，他给他土地，帮他盖厂房，帮他找资金，找银行连带给他。他要的是电动车的技术。伊隆马斯克心知肚明，当时一拍即合。所以到今天为止，我觉得一个做人的道理，他也没有必要，没有理由在这个时候直接去攻击中共。有这么多人张一张嘴就可以骂中共了，伊隆马斯克也可以这么做，但他没有这么做。我觉得他做人还算有一点厚道，这是我的判读哈。再来，他有没有这个在各种方面攻击，或是事实上是在抽中国共产党的底？有，他光是把 AI 这件事情做好，就是在抽共产党的底。他把星链做好，就是在抽共产党的底。他把他的火箭做好，就是在抽共产党的底。他把他的机器人做好，就是在抽共产党的底。为什么？这些东西都涉及军事工业，都涉及军工。他不需要嘴炮，他是全球的首富。我说过很多次了，大家再回去看那个影片，他是认真的。有一次有人采访他，然后问他说，哎呀，你为什么在你的 X 上面你攻击索罗斯啊？你把索罗斯丑化成是一个什么魔王？那伊隆马斯克说，这是我的言论自由啊。结果这个记者说，不对啊，因为你有 X， 你有 Twitter， 然后你还有什么呢？你还有特斯拉，你这个上市上柜公司啊，虽然你还有其他的公司没有上市上柜，这是你的决定，可是你有上市上柜公司啊，你的投资人可能不喜欢你讲这些话，他们希望你赶快专心在把事业做得更好，赚更多的钱啊。你这样做可能会损失金钱啊，会有人不喜欢你的言论，因此呢就不投资你了。结果伊隆马斯克陷入长长的沉默，他眼睛直勾勾的望着这个记者，非常的凌厉的那种眼神，好像要杀了他哈。然后最后他给他一段故事，这段故事是一个卡通拍成的电影，叫做《公主新娘》，其中有一个角色，那个角色是一个武士，他千里追凶要找到他的杀父仇人。最后他找到他的杀父仇人了，这个杀父仇人呢是个国王。当他打进皇宫，将要把这个国王杀死之前呢，这个国王尖声惨叫啊，说你饶了我吧，饶了我一命，你要什么都可以，我都可以给你。这个武士就说，好，那你说你要给我钱。这个国王就照说，你要我给你多少钱都可以，我给你钱。接着他又说，那你说你要给我权利。这国王又说，我给你世上无尊的至上的权利。结果呢，一剑刺下去，国王将死之前，这个武士说 Offer me money, offer me power, I don't care。 你给我钱，你给我权利，我都不在乎，我只要我的爸爸活着回来。所以伊隆马斯克用 I don't care 回答这个记者，损失金钱我不在乎，他只要他的儿子没有被变性。这最后一句话他没有说，可是他也说了。因此伊隆马斯克为什么从一个微微左倾的一个民主党人摇身一变变成川普最大的支持者？因为他有切身之痛，他再也不觉得左倾是浪漫了。那么他又有 AI 在协助他，他现在做的任何一个兵棋推演都非常的准确。他有 AI 帮助他，他要去做这一些斗局的时候，他要做这一些资产调查的时候，一点困难都没有。再来就是大家都没有问过一个问题哈，就是只有美国斗局怎么可以呢？很多人都希望说伊隆马斯克也可以来帮台湾斗局啊，帮全世界斗局啊。
有没有办法？很简单，只要川普愿意做，而我认为川普下一步就会做，时间不知道，但是他一定会做，而且做起来也不费吹灰之力。怎么做呢？他先要求美国的8大、10大会计师事务所，全美的所有的企业都要符合新的一个会计准则，才能够配合斗局啊。再来，他要求跟美国银行有这种国际汇兑的这些 ABA number 的，所有的世界的银行都要跟美国的银行一样，遵守同样一套斗局，遵守同样一套会计原则。于是，跟美国所有做生意、卖东西到美国所有的企业，跟美国有汇兑关系的银行，全部都斗局了。当他全部都斗局的时候，就全部透明化了。它会连带的让各国的政府也必须斗局，除非你不想要跟美国做生意，你排除在这个全球的斗局之外。那除此之外呢，所有的国家都必须斗局。这个是现在还在吃香喝辣的官僚心里要有数的。你们的好日子不多了，时间 tick tock 已经开始在计算时间了，倒数计时了。好，我还看到有一些人怎么说呢？讲到马斯克，特斯拉股价大跌，看有没有影响？没有影响啊。好，然后还有说什么美国资助成了，你能够逃到哪里去？对，所以在去年年中的时候，应该是8月的时候吧，我就说了，这是一场左右之争，左右的价值之争，没有人可以逃得掉。这不是一场美国的选举而已，这是左右之争。是不是这场左右之争到今天为止还没有停止？对，所以这场战场现在已经打到了德国，也已经打到了英国。那这场战场呢，伊隆马斯克跟美国副总统 Vance 是领头羊，正在德国跟英国帮忙作战，跟他们的 MAGA 的同志一起作战，要把这个世界带回去 common sense， 要回到常识，要回到一个正常的，而不是扭曲的。这世界上就是男生跟女生，男性跟女性。对，确实有一些少数的人，他天生的，他在性别上面，他产生了混淆。那不因此而把我们的性别的项目变成有10几种性别，没有这种事情，回归常识就可以了。没有人要压迫任何人，你可以自由展现你自己。但是政府的工作不是要鼓吹这些事情，所以有关于 DEI 的钱、LGBTQ 的钱，美国当然要把它追回来嘛。美国的纳税义务人同意用美国的钱、纳税义务人的钱去全球带来这种席卷风潮的 DEI 吗？人再也不是因为你的能力而被挑选在适当的工作上，而是分男女、分性别、分你是不是同志，甚至你是不是酷儿，来决定你应该要坐在什么样的工作岗位上。这难怪会出事情嘛。所以现在美国最近闹了鸡瘟，一台飞机一台飞机的掉。那川普在就职典礼就讲得很清楚啦，怎么搞的？今天你在高尔夫球场上啊，要在那边打高尔夫球，同时一天可能有几千颗球在高尔夫球场上飞来飞去，你什么时候看到有一颗高尔夫球会打到另外一颗高尔夫球啊？打不到的。怎么你在空中飞了2台飞机会撞在一起？这匪夷所思。他把这个事情怪给过去以来不是用人为才吗？所以拜登政府用的这个交通部部长有问题啊，导致全部都有问题啊。他用的消防局局长有问题啊，导致后面全部都有问题啊。所以加州的问题一定要解决。加州如果没有办法一步翻转成红州，也应该要翻转成摇摆州啊。你长期由同一个政党来执政，它变成家天下了。而这种家天下不是说我不领薪水，我不领补助，我不领福利，我不领这个福利，我不领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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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利，我不领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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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福利
我本来就已经够富有了，我今天出来为人民服务，是真的要为大家服务，我不是出来赚钱的。像我们刚刚看的影片，因为马斯克他根本不需要做这些事情。川普一再的说，你看他愿意出来为国服务，因为他要救这个国家。那救这个国家也是救自己。今天如果西方文明的支柱倒塌，那你不要以为你可以逃到别的地方去，你逃到纽西兰吗？你逃到澳洲吗？逃不了的。文明的崩塌一旦崩塌，没有一个人不是在崩塌底下，全世界就完了。事实上，在去年，川普曾经说过最严重的一句话，就是美国正在内战的边缘。然后这些主流媒体就攻击啊，说对啊，你看谁会内战啊？就是川普的支持者啊，红警区啊，这些人都有枪啊，他们拥枪者啊。结果最近民主党的支持者号召他们的支持者，然后要带着武器上街头，要去华盛顿 DC 抗议，然后说什么他们抵抗、反抗、拒绝服从的时间到了。所以到底是谁要带枪上街头？事实上，伊隆马斯克说的，他说他在创办 PayPal 的时候，他得到了一个教训是什么？通常在第一时间抱怨的越大声啊，越荒谬的，反弹最快的就是骗子。他们要怎么样从这样的一个支付系统里面找出骗子 ？How to tell？ 去辨识他，就是喊得最大声的、最匪夷所思的、最歇斯底里的那一群人，那就是骗子。好，所以回来我们今天的主题，到底泽伦斯基是不是骗子？时间会告诉我们，我们不需要为他抗辩，我们也不需要情绪化。你又不是他，你也不住他隔壁，你也不是跟他睡上下铺，所以关键就是今天他们攻击的这一些议题，这些点对不对？我想第一个，钱到底到哪里去了？第二个，美国有没有义务一定要援助乌克兰？我同意美国也没有义务一定要援助台湾啊，所以台湾应该要比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更有毅力、更有主张、更有决心要捍卫台湾啊。还好我们有一个海峡天险，然后过去曾经有人说过这样的名言，说什么呢？我们今天唯一能够战胜官僚体制的原因是因为什么？因为官僚体制没有效率。我们今天为什么能够战胜共产主义？就是因为共产主义很乱，没有效率。他以为用钱就可以买收一切，可他今天遇到了天敌，至少有一群天敌。现在川普这个阵营里面，每一个人出来做事都不是为了钱，所以他遇到了天敌。他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对手，不是为钱在做事。所以客观来说，乌克兰应不应该改选？是不是改选的时间到了？你有什么理由不改选？不改选的唯一的理由，应该是你觉得会落选，应该再也没有其他的理由了。好，所以呢，今天应该除了我们看到一些这个新闻的现象，好，我们来做一些剖析，然后提供给大家一些不同的观点之外呢，然后也跟大家在问题上面做了一些互动哈。好，我觉得这蛮好的。好，然后有关于另外的问题呢，我们改天再来跟大家分享好了哈。包括北韩有没有可能飞弹攻击？这个如果北韩发动飞弹攻击的话，那有关于美国要怎么样压倒性的抑制北韩哈，这个也许我们明天再来谈。然后习近平呢，你用解放军推动这个雅尔达2.0啊，重塑世界秩序啊，我觉得有可能他应该已经被逼上谈判桌，必须要重新来谈一个现武的谈判啊。这个一步一步逼到最后，最终的目的就是这个。
台海的安全的问题其实只是其中的一环。但是呢，从原油的价格，从经济，从各方面，整个形成一个包围之势，这个势已经做成了。当势已经成的时候，事实上接下来就是势不可挡，一定会循同样一个方向来推进哈。这个就是中共的末日。但中共的末日到底是留着习近平好用，还是除掉习近平才是对的？这个会是我们后续要接着讨论的。我们会根据这些新闻的事实、新闻的进度来做这样的分析哈。所以一下子不要跳跃的太快，有时候我们一个主题里面谈了太多事情哈，反而不利大家的互相的沟通。好，那就这样子咯，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谢谢大家，明天见。好，又到周末了嘛哈，明天见，拜拜。